1996年12月5日，美国联准会主席 Greenspan 在华府的一场晚宴上讲了2个英文字 irrational exuberance 非理性繁荣。那一刻全球股市瞬间下跌，但2个礼拜后市场忘了这句话。接下来4年 NASDAQ 从1000多点一路冲到5048点，然后瓦解，从5048跌到1108， 3年间蒸发掉 78%，5兆美元的市值消失。12年后2008又一次 Greenspan 的这句话被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当成书名，扮成 Anessa 作者 Robert Shiller 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。今天这支影片要拆开这本书《非理性繁荣》。这本书2000年3月15日出版，5天之后3月10日 NASDAQ 冲下历史最高点5048点，从那一天开始下跌。虚伪不是运气好，他在书里早就告诉你，泡沫是可以被识别的。这本书2005年出第2版，加上一张房市。2年后2007年美国房市瓦解，虚伪又对了一次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明白，你不需要预测下一次泡沫什么时候来，但你必须学会在它正在发生的时候认出它。Shiller 在书里给泡沫下了一个定义，一个泡沫不是东西涨很多这么简单，它有3个元素：走势、情绪、故事。当这3件事跌在一起，互相加强，那就是泡沫。走势涨是因为大家相信会继续涨，大家相信会继续涨是因为有一个动听的故事，故事再让更多人进场，走势再涨，故事再被加强，这是一个回圈。Shiller 把这个回圈称为自我强化。走势涨推着情绪升，情绪升推着故事传播，故事传播再吸引新买家，新买家把走势再推高。每一个泡沫都长这个样子。1720年的南海公司，1929年的 Wall Street， 1990年代的日本不动产，1999年的网络股，2005年的美国房市，全都是。Shiller 的核心观察是，泡沫不是不理性的意外，它是人类心理的常态。只要市场上有人，泡沫就会反复出现。我们倒带到1929年，1921年8月，道琼指数63点。8年后，1929年9月3日，道琼冲到381点，8年6倍。1920年代被叫做咆哮的20年代，电力、汽车、收音机、空中航线，美国正在被科技重新打造。报纸上每天都是新世代论述 New Era， 一句话，这次不一样。Shiller 在书里把这次不一样这4个字叫做最危险的故事。然后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4， 10月28日黑色星期1，道琼一天下跌 13%， 10月29日黑色星期2再跌 12%。 从1929年9月的381点，道琼一路下杀到1932年7月也到41点，3年间蒸发 89%。 然后更恐怖的事情，道琼要等到1954年11月才回到1929的高点，整整25年，整整一个世代的存款被那场泡沫消化掉。Shiller 说，每一次新世代最后都是旧世代的注脚。再快转70年，1995年网景 Netscape 上市，第一天股价涨 108%。 从那一天开始，美国市场进入 .com 狂热，任何公司只要在名字后面加一个.com， 市值瞬间倍增。没有营收，没有红利，没有商业模式都没关系。投资人说你不懂，这是新经济。Shiller 在那几年去耶鲁上课，他看着学生们用助学贷款买科技股，他开始写一本书。1996年 Greenspan 的非理性繁荣演讲之后，市场短暂修正，然后继续往上冲。NASDAQ 1996年1300点，1999年3月2500点，1999年底4000点。2000年3月10日 NASDAQ 收盘5048点。同一个礼拜 Shiller 的书在书店上架，然后从那一天起下跌，从5048跌到2002年10月10日的1108点，蒸发 78%， 5兆美元的市值消失。多少网络公司倒下？根据后来的研究，超过5000家在那2年内破产。Shiller 不是运气好，他用数据，他自己整理的 CAPE 比率，周期调整本益比，告诉你
那一刻的 Nasdaq 在历史上只有1929年比过。2005年 Shiller 下了第二版，这次他加了一张房市。他和 Carl Case 合作，整理出 Case Shiller 房价指数，一个可以追踪美国全国房价的长期数据。他发现一件事，从1997年到2005年，美国房价涨了 85%， 远远超过收入成长，超过租金，超过所有基础指标。在某些城市，房价是中位数收入的6到9倍，远超历史平均值的3倍。Shiller 在书里写，这个情况跟1999年的网路股几乎一模一样。所有人都告诉你房价只会涨，中介说，银行说，新闻说，邻居说，又是一个新时代论述。Case Shiller 指数从1997年的100点，2006年第一季冲到198点，几乎翻倍。然后就在 Shiller 出书1年后，2006年第一季指数见顶，从198跌到2012年第一季的113点，蒸发 43%。中间发生了什么？2008年9月 ，Lehman Brothers 破产，美国金融体系几乎瓦解，联准会紧急救援，失业率破 10%。Shiller 又对了一次，2次精准预警，1次拿诺贝尔奖。但 Shiller 自己说，我不是在预测，我只是在看一件事，泡沫的放大机制。书里他讲了3个，第一个，媒体报道，每一次走势上涨，媒体会报道，报道再吸引新买家，新买家把走势推高，走势再上涨，媒体再报道，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回圈。第二个，新时代论述，每一个泡沫都有一个这次不一样的故事。1929是电力与汽车，1999是网际网路，2005是房地产证券化，每一个故事都很动听，每一个故事都让人觉得传统的估值方法已经过时。Shiller 说，每一次泡沫都有人告诉你，这次真的不一样吗？这4个字就是泡沫的标准讯号。第3个是相互推动，走势涨带动情绪，情绪推动买盘，买盘再推高走势。Shiller 在书里用一个词，相互传染，说泡沫怎么从少数人传到所有人。等到计程车司机都在聊股票，阿姨们都在问哪一只标，那就是顶点。最后 Shiller 留下一句话，历史不会精准重演，但它一定押韵。从这本书出版到今天，25年过去，2026年，今天的市场有没有泡沫的讯号？ Magnificent Seven 7家美国科技龙头 NVIDIA、Microsoft、Apple、Google、Amazon、Meta、Tesla， 他们的总市值占了 S&P 500指数的 35%。这个集中度和1999年 .com 停点一模一样。他们的本益比从2012年的12倍，今天到30倍。市场给他们的故事是 AI。Shiller 在书里没有预测下一次泡沫什么时候会破，他做的事情是给你一面镜子，让你照出自己手上的部位，照出自己脑中的故事。当你听到这次不一样，你要警觉。当所有人都在追同一个故事，你要警觉。当走势、情绪、故事3件事在互相加强，你要警觉。这支影片是猜书系列第3支，下一支我们猜 Burton Malkiel 的《漫步华尔街》。为什么最聪明的选择可能是放弃选择？